揭秘6大永恒食物，蜂蜜烈酒都得往后稍。排名第1的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就是你家厨房里常见的那个 Q 弹管宝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本期世界探索站就为你揭秘这6种终极活命粮的长寿秘密，一起未雨绸缪吧。第6名，速溶咖啡。速溶咖啡的诞生本身就烙印着应对极端需求的基因。从一战时少量供应士兵，到第2次世界大战，雀巢公司应美国政府要求，大规模生产速溶咖啡作为军用口粮的一部分。在冰冷的战壕、泥泞的丛林、颠簸的运输船上，一杯热咖啡的提神作用和心理慰藉是难以估量的。无需研磨，无需滤纸，只需热水，有时甚至是冷水和一勺粉末，就能获得一份熟悉的味道。然而，这份极致的便利性伴随着一个惊人的特性——超长的保质期。在妥善密封下，它能安然存放数年甚至数十年，远超那些娇贵的咖啡豆。其长寿的秘诀在于通过工业干燥技术实现的极低水分含量，比如喷雾干燥法，将浓缩咖啡液喷入热气流中，水分瞬间蒸发，留下细小的干燥咖啡粉末；还有冷冻干燥法，将咖啡液冷冻成冰，然后在真空环境下通过升华作用，固态冰直接变为气态水蒸气去除水分，得到多孔能更好保留风味的咖啡颗粒。无论哪种方法，最终产品的含水量都极低，通常在 3% 以下，这使得咖啡粉末的水分活度远低于 0.6， 这是绝大多数微生物、细菌、霉菌、酵母生存繁殖的最低门槛。而且咖啡自身的酸性也提供了微弱的辅助防腐作用。然而，速溶咖啡的便捷与廉价也可能暗藏陷阱。流行的3合1或多合1产品往往添加了大量糖分和植脂末，可能含反式脂肪酸，长期大量饮用对代谢健康构成威胁。第5名，莲子。莲子在东方文化中源远流长，《诗经》早有记载。它不仅是佛教纯洁与涅槃的象征，出淤泥而不染，也被文人墨客歌颂品格，并在婚俗中寓意连生贵子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寄托。古人或许已感知其非凡生命力，是其为长寿与坚韧的象征。最震撼的例证莫过于辽宁普兰店发现的1000年古莲子。经科学鉴定，这些沉睡了约1000年的种子，在适宜条件下竟能成功发芽开花。其惊人生命力首先归功于那层异常坚硬、致密且几乎不透水汽的重皮。这层物理盔甲有效抵御外界损伤，隔绝水分与微生物入侵。其次，成熟干燥莲子含水量极低，通常低于 10%， 导致水分活度远低于生命活动所需，使内部新陈代谢近乎停滞，酶系统处于休眠状态，缺乏自由水，微生物无法滋生。再者，莲子胚体细胞内可能富含抗氧化物质及 DNA 修复酶，能在漫长的休眠期保护遗传物质与细胞结构免受缓慢损伤，使其1000年后仍能保持生机。然而，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也伴随风险。干燥莲子若储存不当受潮，极易滋生黄曲霉等霉菌，产生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。需要警惕的是，即使莲子外观正常，也可能已被污染，肉眼难以辨别。第4名，小麦。从新石器时代肥沃新月地带的首次驯化开始，小麦便奠定了人类定居农业的基石，告别了狩猎采集的漂泊。古埃及依靠巨大的粮仓储存小麦，以应对尼罗河周期，稳定帝国。古罗马则依赖北非的谷物供养庞大人口与军队，面包与马戏策略的根基正在于此。数千年来，小麦始终是权力、财富与生存的象征，其储存能力深刻影响着文明的兴衰。那干燥谷堆中散发的，正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古老芬芳。整粒小麦之所以能成为时间胶囊，关键在于其完整的物理结构。最外层富含纤维，结构坚韧的麸皮，犹如天然盔甲，不仅能抵抗物理损伤，更重要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阻隔水分和氧气渗入，有效保护内部相对脆弱的胚乳与胚芽。然而，储存小麦粒绝非万无一失，稍有不慎，这生命之粮就可能变成致命毒物。若储存环境潮湿，水分含量大于 15%， 或温湿度波动剧烈，小麦立即易滋生曲霉、镰刀菌等霉菌，并散发出霉味、刺鼻土腥味或腐败气息。这些霉菌不仅破坏营养，更会产生剧毒的真菌毒素，例如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，损害免疫与消化系统的呕吐毒素，以及影响生殖系统的玉米赤霉系统等。
急需警惕的是，即使清除了可见霉斑，这些毒素也早已渗入谷粒内部，且常规加热无法将其完全去除。第3名，烈酒。烈酒的历史远不止于杯弓交错的欢愉，它与炼金术的探索及早期医药实践紧密相连。中世纪通过蒸馏技术提炼出的高浓度酒精，曾被誉为生命之水，用于消毒、提取草药精华，甚至被认为能延年益寿。在大航海时代，兰姆酒成为水手标配，提振士气，抵御湿冷，并有助于抑制贮存饮用水的变质。战争年代，它为士兵提供勇气与温暖，偶尔充当原始的战地麻醉或消毒剂。烈酒那辛辣、灼热的气息，确实交织着人类挣扎求存与寻求慰藉的复杂记忆。其之所以能永生不灭，核心在于通过发酵与关键的蒸馏过程获得的高浓度乙醇。当酒精体积百分比远超40%时，便成为了微生物的死亡地带。高浓度乙醇通过3重打击抑制腐败：一是强烈吸水导致微生物细胞脱水死亡，二是破坏蛋白质结构使其失活，三是极大降低自由水含量，阻止其繁殖。这就是烈酒无需额外防腐剂也能长期保存的化学基础。然而，最大的风险潜藏于假冒烈酒。不法分子可能使用廉价且剧毒的工业酒精，主要含甲醇进行勾兑。甲醇经人体代谢后产生的甲醛和甲酸会严重损害视神经，可致永久失明、中枢神经系统及内脏器官，甚至在短时间内致命。第2名，蜂蜜。从圣经中的流奶与蜜之地到古兰经中记载的疗效，再到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推崇，蜂蜜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始终扮演着食物、药物乃至神圣祭品的角色。古埃及人甚至将其用于尸体防腐，这本身就暗示了它超凡的保存能力。1922年，考古学家霍华德·卡特在埃及帝王古图坦卡蒙墓中发现了一罐蜂蜜，3000年后依然可食用。蜂蜜千年不腐的秘密并非魔法，而是精妙的生物化学工程。蜜蜂采集花蜜后，会在蜂巢中不断扇动翅膀，蒸发掉大部分水分，使蜂蜜的含水量降至约17%或更低，这导致其水分活度通常低于0.6。在如此由高浓度果糖和葡萄糖构成的高渗透压的环境下，微生物细胞会像被盐腌一样迅速脱水死亡，根本无法繁殖。而且，蜜蜂在酿蜜过程中会添加一种叫葡萄糖氧化酶的消化酶，这种酶会将花蜜中的部分葡萄糖转化为葡萄糖酸和过氧化氢。葡萄糖酸赋予了蜂蜜显著的酸性，其 pH 值通常在 3.2 到 4.5 之间，这种酸度足以抑制绝大多数细菌和霉菌的生长。过氧化氢是一种天然抗菌剂，能有效杀死试图在蜂蜜中生长的细菌。除此之外，蜂蜜中还含有蜜蜂分泌的其他抗菌成分，如蜂胶中的类黄酮、酚酸类化合物以及被称为蜂防御素1的抗菌肽。这些物质共同构建了一道微生物难以逾越的天然防线。然而，这份永恒的甜蜜并非全然无害。市场上充斥着用糖浆、色素、香精勾兑的假蜂蜜，不仅毫无益处，劣质原料和非法添加物甚至可能危害健康。更需警惕的是，天然蜂蜜中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芽孢。成年人肠道环境足以抑制其生长，但对于肠道菌群尚未完善的1岁以下婴儿，这些芽孢可能萌发并产生致命毒素，引发婴儿肉毒中毒，这是绝对禁止给婴儿喂食蜂蜜的核心原因。第1名，土豆粉。土豆及其衍生品，尤其是易于储存的淀粉和粉条，在许多地区的饮食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，特别是在山区或相对贫瘠之地，高产且适应性强的土豆是重要的能量来源。智慧的先民掌握了提取土豆淀粉并加工成粉条的技术，将丰收时节的富余能量转化为耐储存的干货，以应对青黄不接或灾荒。从东北的猪肉炖粉条到风靡全国的酸辣粉，土豆粉条以其独特口感和吸附汤汁的能力，深深植根于民间饮食文化。其长寿基因的核心在于通过极致干燥，无论是自然晾晒还是现代烘干，实现的极低水分含量，通常远低于15%。缺乏必需的自由水，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几乎完全停滞，如同生命在极度干旱的沙漠中难以立足。此外，其主要成分马铃薯淀粉在干燥条件下化学性质相对稳定，不像蛋白质或脂肪那样易于快速氧化或水解变质。然而，需要警惕的是，为了增白、增重或降低成本，
不法分子可能在土豆粉条中非法添加漂白剂，如二氧化硫、滑石粉，甚至掺入木薯粉等廉价淀粉。这些添加物不仅影响品质，更可能严重危害健康。例如，二氧化硫残留可引发呼吸道问题，滑石粉则有潜在致癌风险。劣质产品往往缺乏土豆应有的淡淡清香，甚至散发刺鼻的化学气味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揭秘的这6种超长待机活命粮，关键时刻能不能成为你的救命稻草？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也可以点赞加订阅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